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敏文能嫁进沈家，是两个爷爷坐一起喝茶包办的婚姻。然而世事多变，替她去相亲的是异父异母的妹妹唐诗吴。本以为就这样也挺好，最起码可以做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毕竟豪门太太并不好做。谁料是又有变故，在订婚的前一天，新郎官沈江燕居然出了严重的车祸。现在生死未卜，婚事就告一段落了。1个月后，妹妹唐诗吴居然要在月底就嫁给富二代男友陈嘉恒。敏文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坐吧。唐诗吴的亲妈，唐敏文的后妈，正朝她温柔的一笑，拉着拘谨的大女儿坐自己身边了。妈，你找我呀？唐敏文心里一阵的发毛。诗吴马上要结婚了，你也不能耽误了婚事。我跟你爸决定，让你们同一天出嫁。我还没有男朋友，结婚会不会太勉强？唐敏文是很抗拒被参与的婚姻的，好不容易躲过了嫁入豪门，现在后妈这样，让她心里实在没底了。你爷爷一早就为你做好打算，你不会想违背老人家的意愿吧？如今他住院疗养，你应该事事顺他心意，才有助于身体的恢复，你说呢？后妈一脸殷勤地望着他，还将一个首饰盒递给他，里面是亲妈留给他的嫁妆，一套珍珠首饰，十分的大气有气质，最适合结婚的时候戴了。妈，我想先等一等。话刚说完，爷爷的电话就打进来了，说的无非是结婚的事，还特意指出，若是现在悔婚，就是嫌弃沈江燕是个残废了。作为多年的好哥们，爷爷不能也不该这时候说不嫁孙女了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答应了后，唐敏文才挂了手机，又看向后妈。妈，我同意结婚了。这就对吗？能看你们一同嫁人，妈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能落地了。唐敏文拿包出门上班，没想到她人刚到办公室，就被前男友堵门口了。敏文，我听说你要嫁给沈江燕，是不是为了故意气我？前男友抓着她的胳膊，急声地问。瞎说什么？我们都分手半年了，我有必要为你做这样的事吗？冯振怀，我不想被人说三道四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冯振怀是合作方那边的总经理，自从两人分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当面起冲突。唐敏文突然觉得眼前的男人让她在这一刻反感极了。当初你跟我分手，就是为了嫁进豪门。你如果能嫁得好，我一点都不怪你，但是现在的沈江燕是个残废，还有暴力的倾向，甚至她吞吞吐吐了，很显然是不能明说的隐疾。我不想听，你走吧。冯振怀一把将人拽进怀里，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，文文，他是个不能人道的男人，怎么可能给你幸福？难道你想一辈子都无性婚姻吗？即便是如此，我也愿意。他这么说，只想赶快赶走冯振怀，因为再过10分钟就要召开全员大会了。那我就等你回头找我。他撂下一句话，就气鼓鼓地离开了。冯振怀心里门清，一个无性的婚姻是不会坚持多久的。半月后，唐敏文如期嫁进了沈家，一个实打实的豪门。只是丈夫的冷漠眼神，让她心里不禁抽了一下。或许以后的生活，她不会太如意了。但既然已经嫁人，唐敏文就有心理准备，接受一切的考验和磨难，
毕竟没有哪个女人的婚后生活能够一帆风顺的。奶奶，唐敏文推着轮椅上的沈江燕来到了客厅。敏文，奶奶今天很高兴，真心希望你和沈江燕能够早生贵子，我这老婆子也能真的安心了。唐敏文羞涩地笑笑，而一旁的沈江燕只是默不作声，看起来并不赞同，甚至有些讨厌这场包办的婚姻。妈，你的要求过高了，连医生都说了，江燕这样情况的想要生孩子，必须要试管婴儿。我认识最好的妇科医生，不如帮他们安排一下。小沈笑嘻嘻地说：不必了，送我回卧室。沈江燕脸色泛白，唐敏文见势不妙，大声招呼后便推着她回去了。偌大的卧室被一团火红的喜字包围，但在唐敏文看来却有些发烫，脸颊不自知地绯红了。你睡这里，我去书房睡。沈江燕淡淡地说一句，眼神望向了窗外，连看他一眼都觉得多余。他并非讨厌，而是觉得现在任何人都有害他的嫌疑。而这时候嫁进来的唐敏文就更让他觉得像是为了图谋什么。那你起夜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他将人推进书房后低低地说。沈江燕没吱声，唐敏文只能沮丧地转身离开了。他并不在乎分居的生活，相反，相敬如宾的婚后生活让他更觉得自在，说不定哪天他们就协议离婚了呢。若不是爷爷们的约定，生意失利的唐家又怎么配得上本是首富的沈家？这不是商业联姻，明显是唐家高攀了。另一处别墅，沈君宇手中的杯子不经意地摔在地上了，蹦起的碎片碰巧割伤他的手背，嫣红的血顺着手指流下来，而他却只是淡淡的傻笑着。都一个废人了，妈还指望让他传宗接代，那自己到底算什么？老公，毛孩子们都睡了，我们也睡觉吧。小沈眼见地上的血迹，忙帮他包扎伤口。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一向心思细腻，老公突然的举动就让他心里有了猜忌。你刚才当着妈的面说那些废话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沈君宇掐住他的下巴，冷冷地望着他。老公，小燕已经很可怜了，妈希望她能生个孩子。我这么说没毛病吧？你是不是嫌我今晚说不合时宜？我觉得也是太着急了，说不准他们能自然怀孕呢。小沈是个心思单纯的人，与谨慎深沉的老公相差甚大。若不是他恋小沈的娘家实力，沈君宇估计都不带多看他一眼。商业联姻就悲哀在此了。朱玉婷，你自己都没孩子，还有心思关心旁人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老公，我没有孩子的缘故，别人不知道你不清楚吗？自己老公从结婚到现在已经5年，一直不让她怀孕，这会反倒质问起她来，真够让人心寒的了。我生性冷淡，但不至于不让你怀孕，你自己身体不好，反倒怨我了。沈君宇本就喜怒无常，这会儿掐住他的脖子，竟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在最后一刻才突然地将他推倒在地。以后他们的事你少掺和。他说完这话，才无情地转身离开了。翌日的早上，唐敏文已经吃完早饭，沈江燕才被秘书推着走出了书房，一身黑色的运动服将她俊逸的脸衬得更白皙，没有血色了。我给你准备早饭吧。他主动的想要缓和关系，却被他冷冷的拒绝了。
你是沈家娶进门的太太，不是请来的小保姆，可以过自在的生活，不用刻意的将就我。可我想照顾你。唐敏文觉得两人既然结婚，就要有苦一起受。他腿受了伤，自己有义务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不觉得这是在贬低自己。他本来就是一般的家庭，每日都需要起来做一家人的早饭，现在只需要做自己和他的，反倒是轻松许多了。你无需做伺候人的事，也是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财产，没必要装腔作势，你不累我看的都累了。这番话一出口，唐敏文终于明白他有暴力倾向的传言是如何来的了。哦，那我去上班了。他提起挎包，笑盈盈地从他身边出门了。沈江燕望着他背影消失，才收回视线。一旁的张秘书一脸笑意地望着他，就有点瘆得慌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他本能地将轮椅往后退几步了。沈总，我觉得这唐小姐是真心想对你好，你不能总拒人千里，万一人家跑了咋整？张秘书跟在他身边多年，所以说话也随意一些，却惹得沈江燕眉头一皱。我这刚出车祸，唐家姐妹就变招法的要嫁给我，你觉得他们没有私心？沈总，你就是太惊弓之鸟了。沈唐两家的婚事是两个老爷情分的延续，早就在多年前就定下来的。你这时候说这话，是不是怕唐小姐会受到伤害？放心好了，我已经都不好周密的部署，车祸那样的意外绝不可能再发生了。张秘书是当兵出身，找几个身手好的哥们是绝不会有问题的。还是要尽快查出幕后黑手，我不相信车子刹车会突然失灵。沈江燕望着窗外的风景，冷冷地说：那今天还去公司吗？不去，就让小叔多操心一段时间吧。张秘书微点头，推着沈江燕往门外走去，跟医生定好的，今天要去做复健。下午3点的咖啡厅，沈江燕一进门就看着唐诗吴了，想走已经来不及，因为他稳稳地挡在轮椅前了。沈大哥，好久不见呢。沈江燕敷衍地应了声。唐诗吴笑盈盈地半蹲下身子，在他耳边低声地说：沈大哥，你跟我姐结婚，其中还有我的功劳，只可惜那天我也结婚，不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。据说你全程都冷着脸。也对，结婚前腿受伤，是人都会暴躁的，不过我姐是个温柔的人，一定能安抚好你的。今天是结婚第2天，你没去度蜜月，看来你老公对你并不满意，你精心挑选的老公也不过如此吗？沈江燕鄙夷地朝他一笑，让唐诗吴脸色一变。我姐还不是第2天就去上班，你也没对她好到哪去，咱俩就别彼此酸对方了。沈总，鲜花和咖啡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我们走吧。张秘书推着轮椅走到门口，才转过头来补上一句：我想唐小姐一定会喜欢沈总给安排的一切的，就不像某人连喝一杯咖啡还要亲自来买，挑来选去嫁了一个假豪门。你说谁呢？唐诗吴不悦地瞪他一眼。张秘书笑着继续对他：谁接茬就是说谁。哼！不等他再反驳，张秘书已经推着轮椅上了一辆豪车，将某人稳稳地甩在身后了。我在车里等着，显眼包的事你自己做就行。到公司楼下，沈江燕先出声拒绝了，她只是伤到腿，可没有伤到脑子。送花
接下班的事自己可做不来。沈总，你刚才也都瞧见了，唐小姐在家里指定没少受欺负，这要是婚后再被你冷落，估计回娘家的时候少不了要被奚落了。哎，她还真是可怜。张秘书一脸忧郁地叹口气。那沈江燕才说一个字，张秘书就把话接过来了。沈总，我就知道你心里也想来接唐小姐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改口叫沈太太了。那就走吧。她这要不是腿脚不便，也不会被张秘书随意拿捏，看来还是要早一天能走路。车里，张秘书放下中间的隔板，后座的他们这么并排地坐着，气氛有点尴尬。你今天来接我下班，我很高兴。唐敏文指的是鲜花和下午茶的惊喜，原来看起来冷漠的男人也有细腻温柔的一面，让他有些期待与他的婚后生活了。那些都是张秘书准备的，你要谢就谢他。还有，奶奶希望你早一点怀上孩子，你有解决的办法吗？你想我做试管婴儿吗？他羞红脸地问。唐敏文从未想过这么着急的要孩子，但如果他有需要，还是可以配合去看医生的。嗨，我让你找个托词搪塞过去，不是让你听奶奶的话。唐敏文，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不会也想着取悦夫家，而坐稳这个豪门阔太吧？哦，他羞红脸地低垂下头。见脸红的样子，沈江燕轻咳一声，才又低声地说，传言那些事你可以不去理会，我这边还有别的打算，并非是你想的那样。这话说了又像是没说，唐敏文只能冷冷地点头，根本没明白他说个啥意思。什么传言不用理会，难不成说是不能人道这事？一想到这，唐敏文小脸变得更红了。那传言也没啥，不管你咋样，我都会跟你过日子的。唐敏文一脸认真的样子，让沈江燕脸红到耳根子。我咋样了？你咋样我都能接受。看他脸色忽热忽冷，他也不知能说点啥了。为了避免尴尬，低头专注地刷视频了。一路上，车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致，沈江燕也在不断地翻看新闻，心里却有些狂躁了。说实话，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很糟糕。晚饭后，沈江燕见唐敏文想走，就一把抓住了小手，推我去书房。我有话要说。哦，好。在他关上书房门的瞬间，唐敏文才有一丝的心慌。那个，我去给你端杯茶来吧。坐。他见躲不掉，只能安分地坐在他对面了。沈江燕委顿几秒，才低沉地说，传言说我瘫痪后性格变得暴躁，而且男性功能有障碍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木讷地点点头。见他眉头一皱，唐敏文不禁猜测，难道不是如此，还是另有更坏的隐情？沈江燕轻咳一声，你明知我已经不能给你幸福，你还要嫁给我，图的什么？夫妻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不是一定要有。我之所以同意结婚，是看中你曾经捐款建了一家孤儿院，还时不时地向社会捐款，就冲这份爱心，我就愿意接受爷爷的安排。在他心里，他是身残志坚，比那些身体健康的男人要强许多倍。就算我会家暴，你也不在乎吗？他继续地问。唐敏文迎上他的目光，你不至于会动手打女人吧？嗨，后天回娘家，需要的东西我已经让张秘书准备好，你看看清单吧。好。
他正打算打开，却被他提醒道：“回自己房间再看。”唐敏文关门的瞬间，沈江燕俊逸的脸上闪出一丝神采，原来真有傻丫头，还正巧让自己给碰上了。回到卧室，他看着文件袋里的清单，不仅心里雀跃，但一想到刚才赶自己走决绝的样子，就又垂头丧气了。沈江燕果真心里有一个白月光，而自己永远都只是一个摆件。看还有补充的吗？我让张秘书明天出发前准备好。沈江燕发来一条微信，而唐敏文只是回了句晚安，短短2个字，说明他正在生气。他看着发来的信息，眉头紧皱。女人果然是善变的，前一秒还在承诺相守一生，下一秒就变得冷漠了。难道是嫌礼物买的太少了？沈江燕直接拨通张秘书电话，给我准备一套首饰，外加1块手表，不在乎价格，只要求能够表达心意。沈总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张秘书握着手机，眼神里尽是兴奋，照这速度，估计下半年就能造娃成功了。我只是受不了，女人朝我使性子，简直无理取闹。说完，他随手就把手机丢在沙发里了。突来的天来飞雾，把沙发里的猫吓得大叫，忙钻沈江燕怀里寻求安慰，让她忍不住心里嘀咕：小猫都比女人懂事。唐家老宅门口，唐敏文推着沈江燕先进屋，就见唐诗吴和妹夫已经早到了。他们带的礼物把客厅一半都占满了，光看桌上准备的水果，就能看出丈母娘对这个小女婿有多满意。当他们进来时，两手空空的，就让后妈脸色一变，冷淡的打招呼：“进来坐吧。”“姐，姐夫，你们来的真是时候，我们正讨论去哪里吃午饭呢。毕竟我老公家可是开连锁酒店的，你也知道我有选择困难症。”言外之意，唐诗吴就是在明晃晃的炫富。沈总，这些礼物放哪里？张秘书和几个保镖不凑巧地闯进来了。眼看满当当的客厅，还有名贵的首饰和手表，后妈的嘴都要咧到耳根子了，活脱脱的势利眼。回门的重点不在于吃饭，而是看礼物的多少，来衡量哪个女婿更有实力。很显然，沈江燕略胜一筹。某日，公司大厦的1楼餐厅，唐敏文刚坐下不久，妹夫陈家恒就殷勤地挨他坐下来。好巧。是啊，在除了家庭聚会以外，这是第一次他们独处一起，让唐敏文有些局促。妹夫，你先吃着，我就先去楼上上班了。大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听这称呼，他只能又坐下来了。陈家恒瞅一眼乱哄哄的餐厅，才笑着说：“姐，那天回门见你，我觉得你不太幸福。”他与他对视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自己幸不幸福与他有关吗？姐，你这么美，就这么跟了沈江燕那个摊子，结婚快1个月了，你都是独守空房吧？他把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却带着一丝的撩拨。唐敏文起身就要走，没等来电梯就被陈家恒拽到一旁，两人挤在角落里，气氛十分的压抑不安。姐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反正他不能碰你，不如我帮你啊。陈家恒大胆的想法让他觉得极为反感，唐敏文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抱得更紧了。姐，你越是挣扎，我就越兴奋，你们在干嘛？
站在他们身后的唐诗无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人，气得脸都绿了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自己亲姐撬墙角。陈嘉恒笑呵呵地拦着他纤腰，在耳边缭绕地说：“是你姐。”话说一半，唐诗无抬手就是一巴掌，还气鼓鼓地低吼：“姐，你已经嫁人了，丈夫是你自己选的，怎么可以反过来破坏我的婚姻？你这像一个做姐的吗？”“我没有。”唐敏文一脸淡定地答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他现在多说估计也没用。我分明看到你们亲一处了。唐敏文眉头一蹙地回答：“他有口臭，我只是把头转过去。还有，你男人是个花花肠子，你最好看好他，不然后果有你受的。”回到家里，从浴室出来后，唐敏文就蜷缩在角落里，一旁的沈江燕坐着轮椅走近他，看到手背以及手臂上的刮痕，低声说：“你受伤了？”“没啥事，都是小伤。”他看一眼推搡的伤口，嘴角扯出一丝笑，只想让他安心。“过来这边。”沈江燕找出急救药箱，贴心温柔地帮他处理伤口，并没有问受伤的缘由。他觉得问了也是白问，还不如自己调查来得快。有人竟敢欺负他的老婆，看来是个不怕死的。有事？见他欲言又止，沈江燕关心地问。唐敏文顿一下，才压低声音地说：“是奶奶想让我明天去医院做检查，你有时间一起吗？”“不必了。”他一口回绝。去了医院，他腿上康复的事岂不是全露馅了？“那好吧，我就跟小沈一起去好了。”沈江燕看一眼他，小沈是个好人，却有点敏感，你跟他说话要注意，别啥都乱说，懂吗？“知道了。”唐敏文笑着点点头。医生的办公室，女医生扶一下眼镜框，轻声说：“你是处女，而她身体十分健康，至于其他的问题，就只能让男士来做检查了。”“好的，谢谢你了，医生。”唐敏文拿着检验单就跟小沈走出了医院，两人站在大门口，竟然相视而笑了。“要去喝杯咖啡吗？”小沈笑着提议。“好啊。”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了。又是1个月过去了，唐敏文被叫回娘家，本想提过生日聚一聚的事，却在听到唐诗无离婚的消息，选择保持沉默了。“你既然结婚了，就别想着去逛酒吧，这下好了，人财两空。”“哎。”后妈深深叹口气，但见到唐敏文走进来，忙换了一张笑脸：“文文，你也回来了，我这去准备你爱吃的蒸饺。”“妈，我爱吃水饺。”唐诗无争宠地说。“咋的？她才刚离婚，就不是亲妈的亲女儿了？”“她是离婚了，但不是没有翻身之地了，有必要区别对待吗？”“我啥时候忘了你爱吃水饺？一半一半，谁也能满意。”后妈笑呵呵地说完，就往厨房去了。唐敏文跟着进了厨房，将一提大闸蟹放在地上后，才低声说：“妈，我还有事，就只是来送大闸蟹，你跟小妹好好吃吧。”“那好，有时间带着沈江燕回家吃饭。”后妈本就没心情，唐敏文直接走了，她这才长吁一口气，再瞅一眼不争气的女儿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有心情追剧，也不想想如何再嫁进豪门。”“妈，难道我也找个瘫痪的男人嫁了，你就满意了？”唐诗无没好气地说着。“瘫痪咋的了？总比你被离婚好得多。
我可警告你，别想着再掺和你姐他们的事，我可不想2个女儿都赖在家里。你是我亲妈，还是我姐的亲妈？唐诗无气的脸都白了。我是一个后妈，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没毛病吧？你也不想想，有你姐的一天好日子，你就算再嫁也不会差到哪去，懂了吗？他不禁数落着没脑子的女儿。回到车里，唐敏文小脸一紧地说：我妹妹离婚了。我知道。沈江燕淡笑着说，她一手策划的，只是想不到会如此神速。看来陈嘉恒还真是个渣男，自己做错事了，反倒让老婆来顶罪。不过唐诗武打了一巴掌，被离婚赶出家门也不冤。你咋就知道了？他狐疑地问。沈江燕在他额头敲一下，他们那天欺负你，你能忍，我可是不能让你被白欺负了。你这副表情，是嫌我处理得不够好吗？不是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会呢？今天是我生日，要不我请你吃晚饭吧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沈江燕淡笑着看着他，在这一刹那，竟觉得唐敏文越发好看，尤其是阳光洒在他身上，透亮且又光芒万丈，让他直接看吃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被送回了别墅。唐敏文望着面前的沈江燕，用指尖抚摸她的俊脸，笑盈盈地说：奶奶说，我要是还不怀孕，就让我下个月去做试管婴儿，听说到时女人会很疼，我最怕疼了，但为了你我愿意。为何？他一脸狐疑地问。他笑呵呵地凑到他耳边，吹一口热气地说：你是唯一一个除了爷爷之外对我好的男人，我推你回书房。话落，他竟趴他腿上睡着了，反倒是沈江燕拦腰将他抱起，径直往卧室走去了。一夜欢愉，竟意外的一夜好梦。唐敏文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睁眼瞅向一旁，就看到躺自己身边的沈江燕，脖子上有几处的红印子，让他忙捂住脸地逃出书房了。你刚才跑什么？跟自己老公睡一起，让你很意外吗？沈江燕在他离开后，嘴角笑意更浓了，都吃干抹净了，才想着后怕，是不是有点迟了？我以为是一场梦，结果他后面的话直接没脸说了，所以传言不可信。沈江燕紧接着回他一条信息，就让唐敏文更羞涩了。原来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他们在结婚后的2个月终于在一起了。那你的腿，他分明记得他是抱自己上床的，不会他的腿已经好了吧？昨晚是你主动的，趁我行动不便，硬是留在了书房。沈江燕回答了他的疑虑。那个不太可能吧？他昨晚是喝醉了，但不至于反常到饿狼扑食吧？你在质疑我的话？唐敏文，你是想逃避责任，还是想着做完了不认账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你做了也不会有人责备你，大方地承认对我有企图，不好吗？唐敏文突然想到了重要的事，那我就能怀孕了吧？若他没记错的话，昨晚的他们可谓是极尽缠绵，应该不止一次的在一起，说不定就能自然受孕，省得吃试管婴儿的苦了。爸爸去掉，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我饿了，赶快去准备早饭。唐敏文转身就要去厨房，却被他从身后拉住小手。昨晚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我怕你空欢喜一场。我懂，沈先生，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吗？沈江燕眉头一皱，我是不想你太失望。不仅如此，他更怕幕后的人，
想要害唐敏文还有孩子。唐敏文微顿几秒，才低声地问：如果是我不能生育，那你是爷爷选的孙媳妇，我可没权利跟你分开，最多我辛苦一点，多养几只猫，一样不会觉得孤单。唐敏文，我没你前妹夫那么糟，就算是你做错事，我也会无底线的选择原谅你。吃煎蛋。他一脸幸福的将一个金灿灿的煎蛋放到他盘里了。你笑得好阴森。他只觉得后背一凉。唐敏文呵呵一笑地说：无底线的原谅，是不是代表你对我是偏爱？沈江燕，你已经喜欢上我了，对吗？那你呢？他反问着。我一直就欣赏你，崇拜你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他含糊其辞地回答。沈江燕用指尖掐住他的下巴，让他们可以平视。我想听你亲口说喜欢。那就是喜欢了。他傻憨憨地笑了。喜欢自己老公不丢人，更何况他是商业精英，还是一个帅到好看的男人，唐敏文不动心才不正常呢。从今往后，我想回卧室睡了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他压低声音柔柔地问。唐敏文羞涩地点下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又过了3个月，他们结婚已经5个月了。从一开始的分房睡，到现在的恩爱缠绵，唐敏文只觉得自己是误打误撞寻到幸福了。唐小姐，你怀孕了，而且已经快3个月，真的恭喜你了。女医生笑着祝贺她。敏文，你终于怀孕了，真好。小沈真心地替她高兴。小沈，你也一定能怀孕，生一个可爱的宝宝，以后我们一人抱一个，带他们去环球旅游，你说该有多幸福？唐敏文光靠幻想就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愿一切都如愿。小沈感动地点点头。他深爱着沈君宇，就要承受外界一切压力，哪怕一辈子没有孩子，他也甘之如饴了。一爱误终生，或许就是说的他和沈君宇明知是被利用的婚姻，自己还是如飞蛾扑火一般向他飞奔而来。真的有些羡慕唐敏文和沈江燕的爱情，细腻而又温柔。夜深时，沈江燕当着唐敏文的面轻松地站起身了，就让他吓得一愣一愣。你真的能站了？他笑着点头。请原谅我为你揪出害我的人，不得不假装瘫痪。文文，你要打要骂尽管来吧。唐敏文捶一下他的胸口，一头扎进他怀里了。许久之后，才泪眼婆娑地说：你既然行动自如，而我又怀孕了，你自然就能保护我和孩子，还有必要让我偷偷去别处吗？他觉得沈江燕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幕后黑手绝不可能是家里人吧？你就信我一次，好吗？沈江燕最后吻他一下，才让2个保镖趁雨夜带他离开，对外却宣称唐敏文正在郊区的家里养胎，直至生产。某日，沈君宇终于将自己侄子和老婆送上私人飞机了，最后看一眼后便无情地转身离开。妈，你叫我来，是不是有事要嘱咐我？他从郊区回来就直接去老宅了。你给雨嫣的东西他已经给我了。沈老太太将一包药丢在茶几上了，她失望地望着儿子，唯有恨铁不成钢了。妈，这只是安胎药，你就为这事恼火？看来我在您心里永远都是一个外人。沈君宇反将一军地说。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养子的身份，
当年大哥大嫂出车祸去世，就听到董事会那帮老头子说不能把公司留给一个外人，所以一定要把沈江燕养好养大。而沈老爷子当时也是默许的，就深深刺痛了沈君宇的心。那些外人说的话，你竟一直放在心上。君宇，你别跟我说江燕突然发生车祸与你有关。的确跟我有关。现在她已经坐上了有去无回的飞机。妈，我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了。沈君宇觉得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，就算唐敏文能顺利生下孩子，一个小娃娃也不会给他造成任何困扰，所以这沈家的一切必须是他的。钱真的很重要吗？沈老太太不禁逼问着小儿子。妈，我只想证明自己，除了大哥和沈江燕，我一样可以把公司做大做强。你说的有去无回，是想害死你老婆和你侄子。沈君宇摇摇头地说，我只是把他们控制起来，有钱而又悠闲的生活，算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吧。妈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冷血。他一直都只是想沈江燕离开公司，却从未想过要杀人，毕竟是亲人，他又怎么忍心下狠手？那你还算有救。沈江燕被小沈推着走出来了，而更让沈君宇惊呆的是，他竟然轻松站起身，稳稳地向自己走来了。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沈君宇脸色铁青，望向自己老婆，你没上飞机就是为了跟他们一起害我。小沈摇摇头，沈君宇，我们离婚吧。经过这次之后，他终于明白一件事，沈君宇的冷血无情是自己永远也捂不热的，与其越陷越深，还不如及时离开，自己还能落个自在。沈江燕，你没事吧？唐敏文从外面回来，一脸担忧地望着他，再看他温柔的一笑，紧张的心才终于平静许多。我老了，这些糟心事就交给你们自己解决吧。沈老太太转身回卧室了。侄子教训小叔，他还是不在场的好。哈哈，你们这是合伙的对付我。沈君宇气急败坏地低吼着。小叔，你还是签字吧。沈江燕丢出一份合同，就将唐敏文揽进怀里了，柔声低语地说，没吓坏你吧？还好有小沈跟我说了，不然我真就吓晕了。沈江燕，我现在怀着孕，罚你陪我好好养胎。唐敏文嘟着嘴地说，好，陪你生完3胎，我也愿意。沈江燕早就想好了，把公司交给想受累的人，而他就陪着心爱的人过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这样大家都满意了。你要我做总裁？沈江燕，你脑子没坏吧？沈君宇一脸狐疑地望着侄子。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沈江燕竟还把公司交给他打理，让自己完全想不通了。沈家是我们的，你做和我做总裁有区别吗？小叔。沈江燕说完，挽着唐敏文的纤腰，来到小沈面前。小沈，我们俩都希望你能过得幸福，至于你要离婚的事，我们都举手支持。臭小子，你少破坏我的婚姻。沈君宇疾步走过来，将老婆的耳朵捂住，不让她听到乱七八糟的话。小叔，沈家就交给你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沈江燕牵着唐敏文的手，两人笑着走出老宅了。生活很美好，他们应该去看更美的风景。有的时候，懂得放手才是幸福的开始。沈君宇终于明白了，但看着已经在收拾衣服的老婆，
他不知道挽回还来得及吗？全剧中，